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科技详谈 Rolling Tech，This is True。今天我们主要会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关于 Notion AI，也就是最近我在使用的一个产品，它让我找到了在未来跟 AI 一起工作的一个新形态的一个工作模式。所以我们也会聚焦在未来，我们会跟 AI 如何一起工作、一起协作，能够产出更加好的一个结果，能够更加有效率的完成我们的工作。那在开始我们正式话题之前呢，我想先跟大家分享的是，因为现在农历新年即将过完了嘛，所以就是我在这个新年期间呢，特别感悟特别深的，就是关于塞车这个事情。其实这塞车这个事情呢，算是我今年新年以来第一次完全没有遇到塞车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我好像找到了一个方法，然后当然这个方法也不是什么初期的方法，也是我一直以来在使用的方法。因为其实，在短短这个农历新年的这2个星期之间呢，我其实已经来回 JB 大概3、4次了，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就是有发现到一个最关键的东西，就是其实我们是有这个选择权可以避开塞车的。那你要怎么做呢？当然就是人多的地方就不要去嘛。所以你唯一可以选择的时候呢，当然就是在凌晨的时候出发。所以这几次呢，我在来回 JB 的时候呢，我都是凌晨4点出发，然后大概在差不多早上7点多的时候就会到达目的地，然后整个过程中是非常顺的，没有任何的塞车。甚至有一个让我非常震撼的一个景象，就是我记得我第一次新年前快回到 JB 的时候，大概那个时候是早上6点半，就只迟了2个小时罢了哦。早上6点半的时间呢，我回去的路上完全是没有车的，但是在对向就是从 JB 准备出发去其他的一些地方，在南北大道那条路上呢，是已经完全塞车，排了非常非常长的一个车龙了。所以我就意识到，只是多了2个小时，它造成的结果却是有天翻地覆的一个影响。就因为我们早了2个小时，就因为我们选在了大家不愿意这么早起床的时候去进行 travel，所以最后我们换到的是一个反而更好的一个体验。所以这个时候我也不断的反思，就是在商业上，我们每次都在讲，其实当有一个产品每个人都知道它很赚钱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竞争对手进去做同样的事情嘛。所以我觉得像这样子的一个商业模式呢，就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商业模式，或者是至少是对先进的人是比较有优势的，然后后进的人，我觉得其实是优势非常非常少，而且你面临的竞争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我觉得更加关键的东西是，你要如何去寻找一个新的一个蓝海，而不是一直在一个红海里面去竞争。那怎么样能够找到更加多的机会呢？我觉得那个本质是不是说，我们应该去做平常人不愿意做或者是不想做的一个事情？比如说大家觉得这个东西很难，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去做的话，反而更加有机会成功。我觉得这是新年带给我的一点点启发，就是对大家来讲，可能凌晨起来开车是非常非常辛苦的，要那么早起，那我是不是要早睡？那如果不够睡的话，开车是不是很容易打瞌睡？但是呢，当你愿意做这个事情过后呢，你就会发现到，我的整个生活其实有了非常高的一个改进，就是我不再像之前一样每天塞在车笼里面，我不再像之前一样浪费很多时间在塞车这个事情上面。但是呢，我觉得他换来的那个成果是非常非常值得的，所以在这边分享给大家。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今天的主题呢，最主要的东西是我想要讨论的东西是，在未来呢，到底什么样的一个工作模式是最适合和 AI 一起完成这个工作的？有什么样的一个工作方式，或者有什么样的一个软体界面，是目前为止我觉得最适合在 AI 这个时代出现的？就是像 ChatGPT 这样子一个聊天的一个界面的出现呢，其实已经我们非常非常习惯了。但是呢，其实现在除了这个界面之外呢，也有很多人用不同的方式去把 AI 放进他们的产品里面。但是关键在于你这个产品是不是真的有因为这个 AI 去加分，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你的这个 AI 呢，它其实和你的产品不是真的是很格格不入，或者是它真的只是为了满足投资者的一个建议，我就加上了一个 AI 的功能，但其实它本质上不能够解决我很多产品里面的一些问题的话，那我觉得这个 AI 其实就是一个拼凑在一起的一个产物，它并不是真正的原生的整合在一起的。但是呢，其实我并不是一开始就想要找到这样子的一个 AI 工具的，它其实是在我平常工作中呢遇到的一些挑战，或者是我觉得很麻烦的地方，它才会让我开始想要去寻找这样子的一个工具的。那我具体遇到的一个事情是这样子，就是我发现到有一天我想要开始去写一些深度文章，或者是我开始想要去写一些深度的内容，那这个时候呢，我的选择就是我打开一个空白的 Google Docs 或者是一个空白的 Microsoft Word，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看着眼前的这个空白的页面，脑袋一片空白。我完全不知道从何开始。我当然有一些东西可以开始写，可是它就是很小的东西，我要把它变成一个很长的文章，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开始在想，我要怎么样加快这整个速度，因为当天我的行程非常非常忙，我需要非常有效率的能够产出这样子的一个内容，同时间又不会占用我太多的时间。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想到，AI 一定可以帮到我。
但我就开始跳开我的界面，去到 AI 的这个 chatbot 开始去跟他聊天，然后可是呢，我就发现他写出来的东西不是我要的，因为他不知道我真正看到的一些东西，他不知道我之前看过什么样的一些资料，所以我就开始需要把很多很多之前做过的文章，我们网络上面找到的一些资讯，或者是可能之前我得出来的一些经验，或者是我发现到这样子的一个格式是非常友好的。我需要把这些内容呢，全部都喂给这个 AI，这个 AI 才能够帮我产出一个比较有用的一个资讯。当它产出了一些比较有用的一些生成之后呢，我又需要把这一个生成的这个结果呢，放进我的空白的这个 Google Doc 里面，我才能够继续开始去做编排、去做编写、去做改进。然后改进过程中，我发现到这里又少了一块的时候呢，我又会再切换回去 ChatGPT 去使用，然后我再延伸问它更多问题。然后我发现它少了这样的资讯，我又需要去到打开可能其他的软体，打开我的其他的 Google Drive，或者是进行网络搜索，给它更多的资料放进 AI 里面，然后再把那个生成结果再放回我的 Microsoft Word，然后我再开始手动去修改，我就发现到这整个过程非常的冗长，非常的麻烦。而且你为了达到一个有品质的一个结果呢，你需要付出更多更累的一些努力，或者是我们以为我们在做非常有效率的东西。大家可以想象，在电脑刚出来的时候，哇，那个时候你可以把同样的文字去做 copy paste 复制贴上改变，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能力。因为以前我们只能够用手写，现在我可以一下子把可能50页的一个内容一下子全部 copy paste。所以那个时候的人类会觉得，我可以 copy paste 这些东西，我可以把各种资料整合在一起，就已经是一个很厉害的这个能力。可是现在呢，这些都是一些非常累赘的一些工作，因为你需要这样子手动的去做 copy paste，而且 AI 其实应该能够做得更好。那为什么不让一个自动化的系统去做，而是让你自己手动去做这些事情？这个就是我一直在想的。所以呢，我就开始寻找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写作软体是旁边有 AI 可以辅助的。那这个时候呢，我就找到了 Notion AI。那因为 Notion AI 是需要钱嘛，所以最后我还是花钱去体验的，因为我想要确定我自己的一个想法，就是到底一个能够帮助写作的一个工具呢，加上一个 AI，能不能够有更好的一个工作方式。然后我就在 Notion AI 这里找到了我需要的这个答案。首先呢，我觉得 Notion 在出了 Notion AI 这个东西之后呢，它的整个的实用性变得非常大幅度的提升。然后同时间，你可以看到他们最近很努力的在更新更多的 AI 功能，而且每一个 AI 功能呢，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就不是他单纯的想把这个功能加进 Notion 里面，而是他们已经思考过有这样子的一个应用场景，或者是它的底层已经能够支援到这个程度，他才会把这个比较成熟的这个功能呢放在他们的产品里面。也就是讲，其实你会发现到，当你在可能过了2、3年之后再回去用它，可能2、3年前的 AI 功能呢，其实那个感觉也是非常非常好的。那我们就来看看它有什么样的一些功能。首先呢，一些基础的功能，比如说它可以帮你做翻译啊，帮你去修改文字啊，帮你转换成其他的语言啊，帮你查找错别字啊。那你可以做的东西就是你可以去，比如说我看到这篇段落，我可以去选取它，然后选取它之后呢，它就会跳出一些小的一些 button，然后我就能够直接告诉 AI 我想要做什么，或者是它已经预设好，比如说帮我 translate 到其他的语言这样子。所以这些是一些比较基本，可能 ChatGPT 也有的。但是呢，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就是你不需要离开你的这个编辑软体，你不需要离开你的 Microsoft Word 去到 AI 里面，让它翻译过后再回来。它可以做到的东西就是直接在你的本来做的事情里面，直接去帮你修改这一段内容。那其他的内容你还是可以手动修改。然后你想要 AI 介入的时候，你又可以马上只让它去修改你这个新加入的这篇内容，让它去检查有没有 grammar mistake，然后把它变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内容。所以你可以用这样子手动加自动的方式呢，不断的去调整你的内容，全部东西都在一个软体里面进行。我觉得这边开始就是让我觉得很好用的地方。再来呢，它有另外一个 AI Sidebar。简单来讲，我觉得 Sidebar 一定是接下来软体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呢，你可以呼叫你的 AI 助理，它就会出现在你的界面旁边。然后呢，它跟你同时间看着同一个界面，你们可以对于这个界面进行修改。你可以叫它，比如说我想要加更多的东西，比如说你帮我上网去搜寻这样的东西，它搜寻到的结果所有都出现在你的侧面，你并不需要跳转其他界面。然后你也不需要手动的去复制贴上任何的东西，你可以直接选取你的这个画面里面，你把它 highlight 起来。这个时候呢，你旁边的这个 sidebar 呢，这个 AI 呢，它就会看到，诶，你想要问的是这个东西。而且 Notion AI 还有一个很强的东西，就是当它帮你生成了答案，帮你生成了一些更好的内容之后呢，它是有出现一个 button 叫做 insert。也就是说，它是能够直接帮你把你现在有的这个内容直接插入到你本来的这个文章里面，迅速的就能够完成我这一个段落的这个修改跟调整，甚至是一整篇文章的一个修改，我都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用的。这些看起来可能每次只省个几秒钟，可是加起来常年累积，每一年每一天这样子写下去的话，你会发现到它节省的那个力气、时间、头脑的这个损耗呢，加起来是非常非常多的。
再来，我们才开始进入它真正厉害的地方，也就是它能够读取很多很多的上下文。就是讲你在这个 AI 这个 sidebar 呢，你能够让它同时间看着你其他 Notion 的一些档案，然后呢，它现在也开始有很多很多的一些 connector，就是能够让你接到，比如说 Google Docs 或者是Calendar 或者是你的 email， 它能够看到更多不同的信息的时候呢，全部都能够在这个 AI sidebar 里面直接让它去调用这个东西，调用那个东西，去看了那个东西再回答我，去把这3个东西都看完之后，才给我一篇生成的内容。全部的东西都可以在这同一个sidebar里面做完，我完全没有切换过其他的软体，我只需要确保我的东西是已经散布在这些，比如说 Google Drive 里面、Google Docs 里面，我有整理好，然后呢，我有把它连接到 Notion， 或者是更加极端的是，我可以把所有东西都在 Notion 里面做完。如果我之前是一个用这 Notion 的一个长期用户，我可能这里面有很多很多工作的资料、个人的资料，这个时候调用起来就会非常非常方便。那你就可以很明显的想象，它出来的结果就会非常非常的好，因为它会很精准的知道他需要看过这个东西，他需要注意这些事项，他需要理解关于这个概念才去写，他需要理解你的偏好是什么才去写。这个时候呢，就能够完整的发挥这个上下文的这个功力，也就是我们讲的背景资料的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完全省去了之前需要一个一个去很多个地方把所有资料抓下来，让他去做一件事情的这个时间跟你要头脑要花费的那个力气。那当然，它其实还有更多的工具，这里我不会详细的介绍，因为我可能没有到完全了解它，或者是我觉得今天不是今天主要讨论的这个话题。比如说，好像它有一个会议记录的功能，能够让你把你的开会的时候直接开始帮你录音，然后录音过后呢，它直接帮你变成文字的这个档案，你有一个文字版的一个会议记录。那这个会议记录呢，其实你可以让 AI 去直接帮你去 summarize 它，变成更加精简的一些注意事项，也可以这样子做。但你其实可以更加容易做到的东西就是呢，它就让它存在 Notion 里面嘛，那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当你有长期这样子的一些会议记录，等到你以后需要的时候呢，你的 Notion 是随时可以调用以前的会议记录去帮你查找某一个资讯，帮你找到某一个信息，帮你整合之前做的一些决策，最后呢变成一个非常可用的一个档案。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东西，就是当你在 Notion 上面有了越多的东西之后呢，这个 Notion AI 它就能够看见越多的东西，它就能够在未来给你更多、更高品质的东西，它就能够变得更加了解你，更加了解你的公司，更加了解你在做的工作。那一定可以做到的东西就是，它一定能够生成更加适合你的一个内容。然后呢，它现在也开始推出一个叫 Custom Agent， 就是它最新的一个非常强大的功能，就是能够让你去自动化很多一些以前该由人类来做的东西，可能现在可以去让 AI 直接帮你完成。比如说，如果你是用 Slack 的话，那你可以想象在 Slack 里面可能会有很多人每次在重复询问这同样的东西，比如说怎么请假，这些重复性的内容呢，因为其实你是有一个资料库或者有一个 handbook 已经记录好了所有的这些知识和内容，或者是可能某一个开会已经决定了这些东西，那这个时候呢，全部都可以让这个 agent 直接帮你去做回答，你甚至都不需要自己去回答那个人，你的 Slack 会直接跑出 Notion AI 的回答。然后呢，因为它现在连接着很多各种各样不同的工具嘛，像我们刚才提到的 Calendar、Google Drive、Email 或者是 Slack， 有了这些不同的工具呢，它就能够帮你整合信息。比如说，它从 Slack 上面看到你需要代办事项是这一个，它会帮你加入到这一个代办事项，去发给你的某一个 team member， 告诉他你现在有一个这样子的代办事项。这些以前传递讯息是人类可能大部分时间都在做的，尤其是 manager 可能更加专注在做的事情呢，现在都能够让 AI agent 更好的方式去配合你，去帮助你。所以这些都是一些更强大的功能，它其实已经预告了一种未来的工作模式的方向，就是他觉得所有的工作都应该在一个软体里面直接进行，最好去使用 AI 的方式呢，应该是这个 AI 能够 access 到你所有的资料源，然后能够帮你去做决策。如果今天这个 AI 能够看见你所有工作的东西，那它其实出来的成果绝对是非常非常接近你要的。所以这个是我觉得 Notion 这几年来很努力一直在做的东西，就是他希望能够把整个企业在用的一些工具，或者是企业在做的整个工作流呢，完全的交由 AI 来做。那第一步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呢，必须让这个 AI 能够尽可能的 access 到更多你的一些公司资料，然后呢，帮你去做分级。比如说，只有某个 level 的人才能够看到这些资讯，只有某个 level 的人的 AI 才能够回答这些资讯。它也是会考量企业的这个关于隐私的保护，关于一些机密资料的一些保护。同时间呢，怎么样去让人类跟 AI 可能会一起在同一个平台里面去工作，能够快速的和人类看到同样的东西，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
所以接下来我会开始分享的是这个 Notion 的这个 CEO 或者是他们的这些团队呢，他们真正的这个整个现在的这个 AI 时代这个经营理念是怎么样呢？首先呢，他的 CEO 提出了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就是大部分人其实都在用着后照镜在看未来。简单来讲，就是你会用很多旧的一些模式、旧的一些工具的使用方法去看 AI，去看未来的 AI 应该怎么使用。最简单的讲法就是，很多人都把 AI 的这个对话框当成是 Google Search。如果你今天只把它当成 Google Search，你会问的问题只有一些，我想要找这样的资料，最后给我这样的资料。但它其实能够做的是，找到这样的资料过后，帮你生成某些内容，帮你看到了可能你的内部的更多的资讯之后呢，能够帮你变成某一种结果。所以这种从寻找资讯到寻找结果的这种差异呢，就是如果你还是用这些旧的时代的一些思维在看待这个 AI 未来可能性的话，那就是接下来你会错失很多很多的一些机会。所以他自己做了一个更形象化的一个比喻呢，就是他觉得我们需要从自行车的这个时代呢，去到汽车的这个时代。就是以前 Steve Jobs 在1980年代的时候，大概呢他有讲过这样子的一段话，就是他认为电脑就是一个人类头脑的一个自行车。有了电脑之后呢，现在你的头脑呢开始能够发挥更大的一些作用，能够让你更加快的把知识去做迭代。你不再像以前需要走路，你现在可以用自行车的方式。头脑做多一点事情，你的人手做多一点事情，你就能够让电脑做更多的事情，帮助你完成更高效的一个工作内容嘛。但是到了现在这个 AI 时代呢，我们又应该进入下一个阶段，就是进入汽车的这个时代，也就是讲，你其实都不再需要自己去踩这个脚踏车，你之前还需要花费很多力气，用你的脚去踩这个脚踏车，用你的手去完成这些工作。现在这些东西都应该交由 AI 的这个引擎去完成。你要做的事情应该是掌握好你的方向盘，确定你要去的目的地，确保这辆车是在前往你要去的地方。你不再是需要去花力气去踩，才能够让这辆车动起来的那一个人。所以他觉得汽车时代的工作模式呢是这样子的一个情景的，就是他用 coding 来做举例啦，就是现在最顶尖的这些程序员呢，其实他们已经不再自己手动的去写代码了，他们在做的事情呢是他可能在同一个时间里面会调用可能3、4个，甚至厉害的人可以调用可能5到10个 agent 去帮他做5到10个不同的 coding 任务。那他其实做的事情呢，就是去监督这些 AI 生产出来的结果是不是他需要的。然后他会做的东西就是他会有很多很多的思考，然后他会在可能睡前或者是去吃午餐之前呢，把这些任务呢交代给 agent，然后呢就让电脑继续帮他工作，他就出去吃饭，或者是他就结束今天一天的工作。等到第二天早上呢，再开始回来验收这些 AI 做的结果，再开始给新一批的指令。他用这样子的模式呢，他就能够最大化他所有的效率和时间，所以就可以想象，当他一个人能够做到这个程度之后呢，他以前只有一个手能够做到的事情就只有这样子，但是现在呢，他能够指挥几十个 agent 去做同样的事情之后呢，他的效率就能够提升几十倍，而且这些 agent 甚至能够在他睡觉的时候继续的去进行这些任务。所以，如果你真正知道怎么去善用这些 AI 去帮你完成你需要的任务的时候呢，你就能够达到这样子的一个结果。但我觉得它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你的工作的品质并不会因此而下降，就是你并不会因为为了让 AI 做，现在 AI 能力不到位之后给我一个非常糟糕的结果，或者给我一个非常只能够凑合用的一个结果，我也满意。你追求的依然是你的工作的品质，或者是出现的那个成果的品质是足够好，或者是更好的。只有这个时候才是真正能够让你的整个效率提升，或者是让你的工作成果变得更好的一个结果。你不能够本末倒置。所以，如果你可以想象一个这样的一个未来，就是如果所有的知识工作呢，最后都会被 AI 取代，大家可以想象，比如说我们讲的，你去写文案啊、收集资料啊、回复信息啊、整合资讯啊，这些东西，你觉得你真的能够做得比 AI 更好吗？你现在能够做得比 AI 更好，只是因为你更加懂你需要的东西是什么，你更加懂客户要的东西是什么，你更加懂团队要的东西是什么。但如果 AI 同样都能够懂这些资讯呢，那肯定是 AI 做的更加有效率、更加快、更加好的一个结果。那为什么不让 AI 去做这件事情？为什么你还是需要手动的去把每一个东西从不同的软件里面去 copy paste 出来，去下载出来，把它丢进 AI 的 chatbot 里面，让它去做工？能不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工作模式？能不能够有一个更加新时代的一个跟 AI 一起工作的一个模式？这个是Notion 团队很致力在做的东西，也是让我启发非常大的，就是它直接影响了我怎么去思考我做的工作。
那这边他其实也提出了一个更加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呢，在以前水车的时代呢，就是工厂刚出来的时候呢，因为他们需要能源，那个时候呢，他们只想要水力发电，所以他们就把他们的工厂呢盖在了河流旁边，然后用水利的方式呢，去让他的工厂有能源，然后所有的工人就在里面工作，然后就能够大幅度的提升他们的生产效率。这个是从以前没有工厂到有工厂之后第一个发生的东西。但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工厂的模式呢，其实并没有让整个国家发展非常非常快速。那是什么时候这个国家开始变得非常非常快的一个发展呢？其实是因为蒸汽机的出现。那蒸汽机的出现呢，就让他们不再需要依赖水力。现在呢，他们能够只要有一个蒸汽机，就能够去有能源去做事情了。所以这个时候国家才能够开始去发展起来嘛。但是其实呢，你可以想象一下，当蒸汽机出现的时候呢，很多工厂做的东西就是，这样我就把我的水车换成蒸汽机，然后我就开始工作了。但是呢，他们的工厂还是在河流旁边。但是真正造成巨大的改变是什么时候呢？其实是他们发现到，我其实并不需要把工厂放在河流旁边，我需要把工厂放在港口旁边，放在跟其他的供应链附近，这样子我才能够最大的效率去把所有的零件或者产出的这一个产品呢，去送往其他地方，我才能够大大的节省物流的这个时间，我才能够大大的节省所有沟通、所有物流输送的这个效率，所以才让全世界的这个工业发展呢变成非常蓬勃、非常迅速的整个发展起来。其实这一个才是最大的一个改变。所以呢，如果你今天只是把你的这一个软体呢，从可能旧时代的一个软体换成一个 AI 的软体，或者换成 Notion AI，但是呢，你工作模式并没有太大的改变的话，那其实它的提升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只有你重新去开始思考你的整个工作模式，你现在做的每一件事情，或者是你现在整个组织在做的一些工作的事情呢，有没有可能换个方式，重新颠覆式的去完成这个东西？我们是不是应该把整个工厂都搬离河流，搬到一个更加适合的地方？我是不是应该把我所有公司储存的这些资料来源，所有的公司的系统都变成另外一种操作模式？当你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之后呢，你才能够真正的做到汽车的这个时代的这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变，就是真正的进入跟 AI 一起协作的一个新的时代的工作模式。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你从组织发展的角度来看呢，基本上公司你可以想象哦，它大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呢，它就是会开始变得沟通很困难，所以就会有很多阶级，就会需要分成很多个不同的小部门去做事情。然后呢，你就会在这个时候，其实每个人都会丢失了很多很多关键的资讯，比如说一个身为老板或者身为经理的人呢，他可能无法意识到可能底层的员工他们先面对的挑战，或者他手上有的资讯是什么，所以这会影响他做出决策。但如果今天呢，因为都是 AI 统一的，能够看到的全部东西都有一个 AI 在帮你做整理、帮你做整合、帮你在回答，你都有一个 AI 助手，这个 AI 助手能够看到的所有信息跟你是一样多的。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发现到整个组织呢，所有的资讯都是非常透明的，整个组织呢，信息传输的这个速度是非常非常高效的。这个时候呢，其实呢，你就可以无限的去做扩张了，你的组织不再有人数的限制，因为不管去掉多少个人，你都有同样的一个系统，能够让全部人都能够看到同样的一些内容，同样的一些背景资料，所有人的资讯都是极度的去达到同步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能够真正的看到 AI 去解放一个组织，AI 去帮助一个组织变成一个全新的组织架构，让他们能够在新时代里面持续的去和其他公司竞争和获取更多的收益跟利润。这个就是 Notion 团队和 Notion 的这个 CEO 呢，他们想象到未来工作就应该要往这个方向去前进。所以最后我来做一个总结，我觉得 Notion AI 真的是让我找到了一个在 AI 新时代下面另外一种跟 AI 工作的一个可能性。我觉得也是大家都应该去体验，大家都应该去感受，大家都应该去开始思考，我该怎么样在一个新时代当中呢，去有不同的一个工作模式。所以我觉得这都是一些很好的开始，你必须有很好的一些好奇心，不断的去测试一些新推出的一些功能，去了解 AI 现在可以做什么，还有就是我的组织可能因为这样子的一些功能，我需要做什么样的调整，它需要持续的去优化，持续的去做这个事情。那当然，另外一个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如果你今天想要去用 Notion 的话呢，第一个最大的关键就是不要贪心，也不要想着一步到位，因为很多时候呢，Notion 真的是一个非常难用的一个产品，因为它的上手门槛很高。简单的来说，是因为它里面有太多太多的功能，它有太复杂的功能，能够让你做出任何你想做出的东西。但是呢，它对于新手是极度的不友好的，因为它有太多东西可以变化的东西太多，网上也有太多人分享很多的 template，可能每一个 template 里面
我觉得可能只有大概3到40%是适合你的，剩下的都是你不需要的。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尝试套用别人的 template，你就会发现到，我少了这个，少了那个，最后你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把你的整个架构给弄好。可是呢，完全没有办法感受到任何的成就感。所以我的建议呢，是应该从小幅度的开始去测试，就是我一个一个去使用。比如说，我可能先使用这个功能，觉得用的不错，我再加入更加多的功能，全部东西都手动开始去建造自己需要的一个工作流。然后呢，你可以用 Notion AI 直接帮你建造也可以，但是呢，我觉得 template 可能不是一个更好的方式。我会做的东西是，我会去看别人 template 里面的重点，比如说我发现到他这样子整理是很好的方式，但是我不会用他的 template，我会自己去生成适合我的一个 template，然后再这样子慢慢的使用下去，有了更多的心得，体验到了 Notion AI 的强大之后呢，再慢慢的增加更多的一些场景，慢慢的去使用的更好。所以这些是我对于 Notion AI 的一个建议。那回过头来，最后我想留给大家一个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现在真的是在用 AI 解放着你自己的时间吗？比如说我们讲写 email 这个方式就好了，你是自己在写 email，还是你让 AI 帮你写 email，还是你让 AI 帮你写 email 之后你自己再按发送？这中间其实有很大很大的落差。我们该怎么样去平衡你的工作成果的这个品质？你写 email 的这个质量是不是足够好的？但是是不是 AI 帮你能够做的足够快的？还有就是能不能够让 AI 来帮你做到？因为我在最近听 Notion 的 CEO 在讲一个东西，就是他现在已经开始不自己去看 email 了，他的所有的 email 都是让 AI 去帮他看，然后让 AI 去帮他做回复了。但是这过程中，更大的关键还是怎么样在这个跟 AI 沟通的这个模式当中呢，持续的让 AI 能够生出一个够好的结果，而不是让它持续的帮你乱回复 email。这个就是在 AI 新时代最需要掌握的一个技能，怎么样让 AI 去帮助你变得更好，而不只是变得更快。那这个就是我这个星期的分享，那我们就下个星期再见，谢谢大家，拜拜。